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保存香菜原来这么简单，教你一招，放1年依然翠绿如初，随吃随取，十分方便。香菜是一种非常好吃、香味非常浓郁的蔬菜，生活中一般当做配菜使用。像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香菜也是少不了的。它的那种特别的香气，有人爱不释口，有人避而远之。像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吃香菜，但是有时候买回家一大把，没来得及吃，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保存，结果才2-3天的时间，香菜就变成了这种样子，根部开始腐烂，叶子也发黄，味道闻起来还特别的臭，特别难闻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所以说保存香菜是不能直接放进冰箱的。今天教你几招轻松保存，放1年还新鲜如初，颜色翠绿不发黄。首先我们把买回家的香菜进行挑选，把里面不好的坏掉的挑选出来，之后将香菜的根部腐烂发黄发黑的叶子摘下来。这里不要怕麻烦，一定要耐住性子，一根一根的进行挑选。因为如果里面有腐烂掉的叶子，坏掉的香菜保存起来的话，会影响到香菜的保存时长，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颗老鼠屎打坏一锅汤的情况。全部挑选好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巨大的盆子，取出家里面的食用小苏打，倒少量的小苏打进来，再加2大勺食盐，用清水将食盐和小苏打化开。水倒进来之后，用手搅拌搅拌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完全溶解在水里面。然后把摘好的香菜放进来。很多朋友保存香菜都是直接将香菜买回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保存了，以至于没有一次香菜是被保存下来的。香菜是这种根系比较复杂的结构，因此导致了它特别容易附着大量的泥土在上面，而香菜的叶子部分也容易附着一些虫卵。所以在清洗香菜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一根一根进行清洁，并且要在水里面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还有盐，这样才可以把香菜彻底清洗干净。想要香菜长时间被保留，那么一定要清洗干净香菜根部上面的泥土以及一些腐烂的叶子。香菜的根部也不能去除，一根一根将上面清洗干净就可以。根部上面的泥土洗干净之后，现在香菜的叶子我们也要清洗一下，把上面附着的一些虫卵甩下来。这个时候盆子里面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，然后再把香菜移到流动清水下面，用流动清水以根部朝上叶子朝下的方式将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的香菜甩一甩水分之后，将它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把表面的水汽晾干。不管保存任何东西，水分是最大的敌人，有水分那么就保存不长，这个是基本常识。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，水分就已经完全晾干了。比较着急的可以用纸巾擦一擦水分，或者是用电吹风吹一吹都可以。晾干水分的香菜现在就可以进行保存了。下面来看第一种方法，取一个家里面的保鲜袋，把晾干水分的香菜装进来。装之前一定要确保香菜上面的水分已经充分的被晾干哦。香菜装进去之后，尽量把包包里面的空气挤一挤，
让香菜处于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，然后将塑料袋收口。像这样装好后，一袋一袋的放进冰箱里面冷藏起来，可以保存半年时间都依然新鲜不坏哦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实用，而且不占地方。需要吃的时候取出一小袋，把根部切掉，然后将香菜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可以了。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下面还有第二个方法，适合家里面有保鲜膜的朋友，将香菜放到保鲜膜上面，接着将香菜包裹起来。包裹香菜的时候，要一边包裹，一边将里面的多余空气挤压出来。这个包裹方式有一点像超市里面的包裹方法，一边卷一边挤压出里面的空气，并且香菜的根部还有叶子的顶部也要完全包裹起来，这样才能达到特别好的保鲜作用。这样保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小把一小把的进行包裹分装，直接放到冰箱冷藏起来，放半年以上都不会坏。每一小把都是1顿的用量，用的时候取出一小把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香菜的保存期。这样既方便，而且非常的省时，用一次拿一次，也更利于其他香菜的保存。第3个方法是最快捷也是最简单的，适合懒人的一种保存香菜的方法。只需要准备一个水杯，把剩下的香菜放到水杯里面，然后往里面加一点点清水。加水的量也是有所讲究的，只能将根部泡起来，上半部分的地方不能泡在水里面，不然就会腐烂了。这样我们把它放在阳台上面，既可以当做盆栽，看起来也非常好看，而且还可以保证香菜不会变坏。吃的时候吃几根取几根就行了，只需要定时往里面加水就可以。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适合所有的人以及动手能力不强的人。最后一种是我家经常用到的，也是保存时间最长的一种。将香菜的根部切下来，接着再把香菜切成大概1公分长的段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。想要香菜末就切成末，想要段就切成段。切好后准备一个密封袋，把切好的香菜放进密封袋里面，接着用手抓拌抓拌，让香菜根部和香菜叶子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这样后期用的时候会更加方便。然后将包包里面多余的空气挤压出来，将保鲜袋进行打结收口。这样一袋一袋装好后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冻起来，放1年也依然翠绿新鲜，不会变坏。这个方法非常神奇，我家一直沿用至今。不管是香菜还是小葱，我一直都是这样保存的。因为我们的香菜也是洗干净的，到用的时候直接取出来，放入锅里面就可以了。这是我几个月之前保存的葱花，都2、3个月了，颜色一点也没变，而且也不会结冰哦。所以香菜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大家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冻在一起。咱们需要用的时候也不用解冻，直接取出来放进锅里面或者是碗里面就可以了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